龙拓又是脸色一黑，用力地拉开办公室的门走了出去。关门的时候特别用力，砰一声响。少爷，你说话毫不留情，伤到人家了。初九说了句。龙庭笑就是要毫不留情，我和他们也不必讲情。初九忍不住笑了笑，龙拓不会罢休的，他最好就不罢休，我就怕他罢休了，跟他斗是真的没意思，不是我对手，也就他背后的老头子还有点能耐，龙拓也就是他爸台前的棋子而已，怎么走，该走到哪里都是他爸指点安排的，他做生意只适合当个守成的，指望他带领公司走得更远难。现在发展太快，墨守成规也不行，很容易被时代淘汰。龙拓父子俩就该进去蹲着，蹲到他们死。最后那句话，龙庭说出来带着恨意。他一家的悲剧就是龙英明他们带来的。就算龙英明老了，他也不会放过龙英明的，但不会让龙英明太快死。他要先将龙英明在乎的儿孙辈全都送进去了，才来收拾龙英明。龙英明不是想将他的孙辈送到国外去吗？龙庭不会让他如愿的。30年前，龙英明对他爸那是斩草要除根，连他这个1岁大的小娃娃都不放过。如今他要报复回来。龙英明想护住孙辈做梦。龙英明的那些孙辈仗着龙家的地位，仗着龙英明父子俩的社会地位，在学校里在职场里都是横行霸道，欺负霸凌别人，有些还犯了法，都被龙英明父子俩利用强权势力及钱财压下去了。他的孙辈没有受到半点教训。在 H 市这么多年，龙庭早就收集了龙英明孙辈犯错的证据，等着对方犯更大的错，然后再收网，到时候龙英明的那些孙辈全都得进去蹲上10年8年的。30年前的证据龙庭没有，但他可以从龙英明的孙辈入手。如今他光明正大地接管了龙氏家族，龙英明父子俩肯定还会对他下黑手。他等着也是等对方主动将证据送上门来。初九，帮我煮杯咖啡。好。龙庭让初九帮他煮咖啡后，他起身走到了办公桌前，在黑色的转动椅上坐下来，然后打电话给龙腾集团。他的秘书让秘书将他办公得备用电脑送过来给他。打了电话后，他先将办公桌整理一下，然后才翻看那些还没有处理好的文件。初九给他煮好了咖啡，问他，少爷需要我做点什么？刚在这里办公还不熟悉，你看着收拾整理一下，按照我在龙腾的办公风格整理，属于龙拓的东西也整理出来，让秘书给他送去。好。龙庭刚吩咐初九帮忙整理办公室，就有人敲门了。进来。推门进来的人是龙拓的秘书，现在自然就是龙庭的秘书了，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。她走过来先看了一眼初九，视线才落到龙庭身上。龙庭的年轻俊美让秘书的眼神深了深，他露出职业式的微笑，对龙庭说道，龙总，邓总来了，是请他进来还是让他先去贵宾室等你？邓总是最近要和龙氏集团谈合作的老总，一直都是龙拓谈的，因为邓总的公司实力雄厚，龙拓很重视2家公司的合作，他亲自去谈去跟，但还没有完全谈成功。龙拓约了邓总今天过来再谈一谈，那时候龙拓还是龙氏集团最高决策者，今天邓总过来，龙拓已经变成了副总裁。本来龙拓变成副总裁，依旧可以和邓总谈着项目的合作，他却让邓总直接来见龙庭，分明就是丢给龙庭一个难题。龙庭不是说他对龙氏集团很了解吗？那就让龙庭自己和邓总谈了。邓总和龙拓见过几次面，每次都相谈甚欢。龙拓还带邓总在 H 市各个高级场所消费过，可以说邓总是认可了龙拓这个人。换成了龙庭，龙拓认为邓总不会轻易答应合作了。他也想知道龙庭是否真的对龙氏集团很了解，知道他和邓总谈的是什么项目。龙庭沉声说道，请邓总去贵宾室等着，我随后就过去。办公室还没有收拾整理好，他暂时还有点不熟悉，去贵宾室好一点。秘书应着，好的，我现在就请邓总去贵宾室等着，好好招待邓总，别怠慢了，邓总。龙庭吩咐秘书，秘书甜甜的应了声，又深深的看了龙庭2眼，才转身出去。秘书出去后，立即发了信息给龙拓，告诉龙拓事情的进展。
龙拓让他跟着龙庭，留意一下龙庭和邓总谈成什么样，还叫他先和邓总说清楚龙氏集团换老板的事。邓总其实还没有上楼，不过是刚进公司。密知道了先进去请示龙庭的，等邓总上楼了，他可以做出最快的反应安排。秘书回复了龙拓后，便去电梯口等着邓总。邓总没有让他久等，不到2分钟便走出了电梯。田秘书邓总也带着他的秘书过来。由于来了数次，邓总对龙拓身边这个年轻漂亮的小秘书熟悉了几分。第一次见面时，邓总看到田秘书眼神都直了呢。邓总张姐，邓总的秘书姓张，比田秘书大几岁。田秘书叫他张姐显得亲近点。田秘书看到你我就放心了。我来到半路，听说你们公司换老板了，以为龙总不再负责公司了呢。叶龙庭的大名，邓总也有耳闻。来到 H 市后，听龙拓提及过数次，他对叶龙庭没有什么好感，又觉得叶龙庭故作神秘，谁戴口罩一戴就是几年的，医生都没有像叶龙庭这样天天无时无刻都戴着口罩。他对龙拓说，叶龙庭肯定是个丑八怪，怕吓到人了才会天天戴着口罩时不敢见人。今天再来 H 市，邓总就听说了叶龙庭原来用的是假姓，人家真正姓龙，是龙氏家族嫡系一脉唯一的独苗苗了。龙氏家主的那些信物竟然就在龙庭这里，有这些东西，龙庭是轻而易举坐上龙家家主之位，而跟他相熟的龙拓只能让出家主之位。他都替龙拓感到不值，坐在代理家主的位置上，打理着家族事务，又管着龙氏集团。虽说龙氏集团略不如前了，却不能忽视龙拓的功劳。田秘书低声说道，邓总没有听错，我们公司还是龙总，但不是之前和你接触的龙总啦，是真的呀。那你们龙总不负责公司了吗？邓总也低声问道。那个叶龙庭就是龙腾集团的老总，真的接管你们公司？他能行吗？龙腾集团，不过2家公司做的一样的生意，叶龙庭做生意应该没问题，就是他刚接管公司，大家服他。跟我谈合作的是龙拓龙总，可不是叶龙庭这个龙总让我跟叶龙庭谈什么，他知道什么，懂什么？邓总这是不把龙庭放在眼里，也不相信龙庭能和他谈得拢，更想着要不要给龙庭一点颜色看看。主要是他和龙拓谈得来，龙拓带他去消费，他满意得很。他也很喜欢龙拓身边的这个田秘书，每次他过来和龙拓谈生意时，龙拓都会带着田秘书和他一起吃饭。田秘书的酒量很好，他和田秘书拼酒时，居然次次都喝输了。他还和龙拓开过玩笑，像田秘书这么能喝的女孩子，龙拓在哪里淘来的？他都想有一个能喝的秘书。问龙拓愿不愿意割爱，龙拓笑而不语。田秘书向他表达谢意，谢谢他那么欣赏他，也没有明说愿不愿意。田秘书说道，2位龙总今天交接了，以后新龙总就是龙氏集团的当家人，由龙拓副总负责的项目可以由他继续负责，也可以交由龙总负责。邓总，龙总吩咐我请你到贵宾室等他，他刚坐上总裁之位，办公室里面的东西都还是龙拓副总的，我看龙总和他的那位女保镖在收拾，所以让我先请邓总您到贵宾室等他。邓总想着来都来了，也想正式会一会叶龙庭，看看龙庭是否真如传说中那么厉害。听说叶龙庭已经不戴口罩了，他也想看看龙庭的真面目。叶龙庭的那位女保镖听说很厉害，是不是真的很厉害？田秘书笑了笑说道，这个我无法回答邓总，我和那位女保镖没有过交集，听说她拳脚功夫是很厉害，也擅长使毒，也会治病救人。新的龙总听说是程神医唯一的徒弟，他的女保镖跟在他身边10几年，也学到了点皮毛。程神医的徒弟，邓总听到程玲玲的名号时神色一凛，脸现恭敬，说道，程神医的名号我听说过，他是个很厉害的人，医术高技，听说用毒也厉害，功夫也厉害，他救过很多人，我都想结交一下程神医，可惜没有那个机会。他们这些有钱人更怕死，有点不舒服就要看医生，每年都会去体检，更想结交那些医术高招的人。程玲玲的神医之名已经传开了10几20年，多少人都想结交他，邓总也不例外。
没想到叶龙庭居然是程神医的高徒。叶龙庭真的是程神医的高徒吗？确定了。田秘书带着邓总和张秘书往贵宾室走去，边走边说道：这个我也是听说的，不敢保证，应该是不假的吧。程神医徒弟之名，想来没有人敢冒充他。还听说程神医如今就在 H 市，这话他就没有和邓总说。肯定的，谁敢冒充程神医徒弟之名？不怕被程神医清理门户吗？怪不得叶先生那么厉害，短短几年时间就将龙腾集团经营得这么好，龙腾集团都追上了你们龙氏集团，这就是叶先生的本事。名师出高徒呀，有程医生那么厉害的师傅，叶先生想不厉害都难。邓总对龙庭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，刚才还带着不服气，没有将龙庭放在眼里，听说龙庭是程玲玲的徒弟，对龙庭就变得客气多了，话里话外都带上了恭敬。田秘书不觉得意外，就算没有程神医的名头，叶龙庭的本事他跟在龙拓身边自然是知道的。脑海里掠过了龙庭那张俊美的脸，田秘书不得不在心里感叹一句，叶龙庭是他见过最帅的男人了。他是龙拓的秘书，因为酒量极佳，他家里就是酿酒卖的，他从小到大泡在酒缸里，酒量自然就好。龙拓应酬时都喜欢带着他去，因此他见过很多老总，那些老总可不像小说里或者电视演的那样年轻俊美，多金是多金，但说他们俊美那是假的，他们的年纪都很大了，遇到中年老总算年轻的了，一般都是50、60岁甚至70、80岁的都有。老男人再怎么打扮保养都比不得年轻人，龙庭才符合小说里霸总的形象。进了贵宾室，田秘书请邓总两人坐下，他去给他们泡了一壶茶过来，又去拿了些水果点心，给邓总和张姐各倒了一杯茶水后，龙庭就带着初九进来了。龙庭本想让初九留在办公室里帮他收拾整理的，初九要跟着他过来，说他新官上任，谁都在盯着他什么时候放火，担心别人对他不利，龙庭只得由着他跟过来。生意上的事，初九从来不插手，不过他知道也懂。用他的话说，在生意上，龙庭不需要用到他，他的职责是保护龙庭，他又何必多事多嘴？他就不是个多嘴的人。龙总，田秘书看到龙庭进来，立即扯出职业式的微笑，恭敬地叫了一声。龙庭看了一眼茶几上有茶水有水果点心了，不需要田秘书在做什么，便对田秘书说道：你去做事吧，郝龙总有什么事要吩咐的话，叫一声，我在外面能听到的。田秘书说着，又朝邓总他们点点头，才退出了贵宾室。退出去时，他偷偷地看了龙庭几眼，龙庭正眼都不看他，让他有点挫败。他年轻漂亮，龙拓带着他出去应酬，哪个老总看到他不被他的美貌迷得神魂颠倒的？就是龙拓对他都有诸多想法，他拒绝了龙拓不想被包养，他可以陪着龙拓到处应酬，替他挡酒喝，趴那些老总，但他不想成为小三。龙拓有妻有子，女儿的年纪比他还要大上1岁呢，年纪比他爸还要大，他才不想和龙拓在一起。龙拓也只是利用他玩玩的，不可能离婚娶她。